此刻路过教场，蓝启仁见魏无羡不仅变化了破海御浪的习剑方式，先求剑意，再求剑势。方才出剑时，将姑苏蓝氏的剑招融入云梦江氏的身法之中，既有姑苏蓝氏的沉稳庄持，又不乏他本身的灵巧清洁，须臾间便快速习得高深剑意，发出劈山破海之威。蓝启仁不免生出了好奇之心，试探之意。魏无羡知晓蓝启仁要亲自教导自己剑招，颇有些激动。他悄悄问蓝忘机：“我若是大败叔父，他会不会很没面子？”蓝忘机轻声道：“叔父剑术了得，魏先生切勿轻敌。”语气是十足的宠溺。魏无羡低语：“看在叔父是韩光俊恩师的份上，我会让着他的。”魏无羡持剑立于阵中，其余诸人俱是宽袍大袖，衣带轻飘，仙意漫漫，唯他一人一身卷云纹短打，窄袖锦束，净腰长腿，轻灵干练，英气飒爽。小朋友们全都围在一旁。蓝启仁老先生亲自上阵，无人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但眼中俱是好奇之色。蓝老先生亲自出剑指点呢，虽然有点可怕，但是好荣幸的感觉，不愧是魏前辈啊。魏无羡声音清越：“叔父，我便只用破海御浪这一招，还请叔父多多指教。”蓝启仁平举剑身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起手式，10招之内，让我看到你精熟此招，融会贯通。无羡尽力一试。语毕，魏无羡足尖轻点，灵力灌注于剑上，霎时红光璀璨，如日初升，剑意延绵，剑势万钧，只此分水破浪的一剑，向蓝启仁攻去。蓝景怡惊得张大了嘴巴：“我方才居然说魏前辈的灵力不及我！”只见蓝启仁剑尖微挑，顺着魏无羡的剑势划将开去。同样是一招破海御浪，却是只用剑意，如控水纵涛一般，将灵流涤荡开，剑尖顺着飞霞一般的随便，直刺魏无羡胸前。魏无羡身随一走，侧身回旋，横剑一挡，一招云梦江氏的碧波清，卸掉了蓝启仁的剑力。第一招，叔父厉害，无羡受教了。方才说了只用姑苏蓝氏的破海御浪，但关键时刻他还是被逼得下意识地使出了云梦江氏的剑法，这便是他输了第一招。但看蓝启仁涤荡灵流的微妙手法，魏无羡仿佛明白了为何他方才斩完泡沫，两枚气泡坚持不过一瞬便破裂开来。蓝忘机说他剑意小成，果然还只是小成而已。你这退敌之法倒也分毫不差。魏无羡心想，也对，碧波清本就是取流水之意，我灵力不及叔父，蓝氏剑招也不及叔父，如何舍近求远？不如用我最熟悉的招式。当下变换剑势，仍是一招破海御浪，但融入碧波万顷，波光粼粼之意，持剑再攻。蓝启仁仍以御浪之意卸力反制。第二招两人斗得极久，如海浪潮涌，水流绵绵，不可断绝，已是难分胜负。很好。蓝忘机则对小朋友们道：“魏先生集众家之长，自有其独创剑意，你们则需沉心静思我蓝氏剑法，以专注而求精进。”小朋友们点头称是。魏无羡偏过头，睫羽轻闪，对蓝忘机眨眨眼睛。蓝忘机被他勾得忍不住微扬嘴角。蓝启仁轻咳了一声。魏无羡急忙回神：“叔父，第三招。”第三招，魏无羡已不再强攻，而是灵力与剑势融为一体，贴住蓝启仁的剑，如漩涡一般紧紧缠绕搅荡。蓝启仁反制他时，亦像被绵延不绝的海流卷入深不可测的漩涡之中。比起蓝忘机和蓝启仁，魏无羡灵力太低，破海之威只可得其形，不可得其力，但御浪之意此时已是完全补足了。只见他身形灵动，剑意荡漾，体迅飞浮，飘忽若神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蓝忘机一直注视着他，完全移不开眼睛。三招，只三招，魏无羡已将破海御浪用得炉火纯青，若是灵力强劲，此刻便可欺山踏海。蓝启仁捋着山羊胡须：“不错，无羡，你果然有些小聪明。”魏无羡笑得又甜又乖，春阳艳艳。多谢叔父夸奖。
一旁的小朋友们已是眼睛放光，对魏无羡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哪里是有些小聪明，这分明是集日月精华的天纵奇才。适才韩光君也说过了，你们还需勤学苦练，方能由此进境。接下来换我来考教你们的基本功。忘机，你先带无羡回去吧。蓝景怡的脸瞬间垮了下去。蓝老先生亲自督导，可比韩光君和魏前辈严厉太多了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徐徐往净室行去，走到无人之处，两人闪身进了小树林。魏无羡立刻抽去骨头一般，软倒在蓝忘机怀里。蓝忘机抱着他，一手捏住他的下颚，深深吻了下去。磅礴的灵力随着深入的亲吻灌注进魏无羡的奇经八脉，瞬间充盈他全身。魏无羡只觉得浑身上下都舒服极了，唇齿舌尖被蓝忘机吸吮得好舒服，灵脉被温柔蓬勃的灵力冲刷得好舒服。蓝忘机吻着他，帮他补足方才消耗过多的灵力，同时细细按揉他的肩背腰身，揉得他春水一般融化开来。待到两人微微分开，魏无羡的体力灵力俱已恢复，脑子却还是神思昏沉，抚着蓝忘机的颈侧，迷迷糊糊的道：“二哥哥，我还要。”蓝忘机便又去亲他。魏无羡忽然想到什么，一直抵住他的唇，隔在两人中间，软软道：“亲我就好，不用再给我输灵力了。”蓝忘机继续深吻他，舌尖甜蜜纠缠，灵流亲密地顺着香甜小舌往下滑，暖得魏无羡喉结不住滚动，身体微微站立。蓝忘机一手环住他的腰，一手抚摸在他丹田处，感受到他丹府完全充实，这才停止输送灵力。但亲吻一直未停，直吻的两人的反应硬邦邦地撞在一起，才略略分开四片唇瓣。蓝忘机道：“下回不可莽撞，寻常演练而已，何须拼尽全力？”孩子们都在看呢，我可不能太丢人。姑苏蓝氏的修炼方式果然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越到后期越是灵力精纯，后劲无穷。叔父的灵力也太浑厚了些，被他剑上的灵力一震，我的手就发麻。不用上全部灵力，我还真支持不到第三招。话说回来，原来叔父也会实战教学，我以为他一直就是让大家背经书写笔记呢。你们小时候叔父也是这么教的吗？并未如此，叔父让兄长和我反复演练剑招，他再一一调整指点。与我想的一样，无聊一些，正统一些。叔父近日说，学生们进步神速，与你方式灵活，因材施教，不无关系。叔父夸我了，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长老会上。魏无羡奇道：“哇，不可思议！叔父竟然在长老会上夸我了。”你的确做得很好，我同叔父说，不妨多试试你的方式。魏无羡笑着去挠他的下巴。原来还是二哥哥替我美言了一番。说吧，今晚怎么奖励你才好呢？蓝忘机嘴角微弯，略有得色，却道：“魏婴，你的灵力，我们再行双修，我助你加速进益。”暂时不用吧，上一次搞出失忆来，害你担心一番，这法子还是少用为妙。我就这么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也挺好，不必事事都取捷径。好，双修进益暂时不必，双修却是要的。蓝忘机仍道：“好。”魏无羡取笑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呀，也不害臊了。我那个动不动就耳红心跳的二哥哥去哪里了啊？”蓝忘机揽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按在自己胸膛上，听心跳。说话时，蓝忘机的胸膛随着低音震动，一颗心脏持续有力，快如擂鼓的搏动着，咚咚咚咚，听得魏无羡心都酥了。第二日，出乎意料的，蓝景怡卯时便来敲净室的门了。听到不是蓝忘机的声音，魏无羡睡眼惺忪地坐起，一身暧昧野艳的桃花痕迹在细微晨光中泛出好看的粉色。只听蓝景怡在门外颇有些幸灾乐祸地道：“魏前辈，魏前辈，蓝老先生说，您既已重拾剑道，又是可塑之才，请您务必每日与我们一同晨练，夯实根基，尽快修炼出高强灵力。现在我们要去绕山跑圈，然后回教场扎马步，大家已经列队整齐，就等您一个了。”什么？简直晴天霹雳！魏无羡万念俱灰地跌回被褥之中，正好蓝忘机拧了擦脸的巾子来。魏无羡鲤鱼打挺一般直直坐起，搂住蓝忘机的脖子道：“
蓝湛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还是要走捷径，我们来双修吧。